我买了一对静音耳塞，卖家承诺绝对静音，从根源解决问题。我戴上耳塞后，楼上安静了。3天后，警察上门，他说楼上已经死了3天了。李警官带走我的耳塞，说帮我追回被骗的钱财。当晚楼上又传来拖椅子的声音。欢迎收看有声绘本小说。我买静音耳塞后，楼上全家都死了。暖暖听书，请您按赞加订阅。星期三楼上的门被砸得震耳欲聋，良久，我听到电梯向下的声音，然后安静的，楼上一家突然就活了，他们蹦蹦跳跳，拖着椅子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我报了警，李警官站在我面前，去敲门，门内传出男人骂骂咧咧的声音，他妈的，那个傻！他的声音在看到李警官的瞬间消失，而后他看到躲在李警官身后的我，你这神经病！又报警，他一个跨步，抬手就推我，我被推得一个趔趄，李警官挡在我面前，你干什么？你们12点后声音能不能小声一点？我低声问，李警官，我们是正常的生活，他就是矫情一个臭鬼，你们晚上小声点，这个点算扰民。好的，警察大哥，马上改。中年男人笑嘻嘻的送我们离开，我知道他们不会改，因为我已经报警3次了。我无奈地下楼回到自己的卧室，眼睛憋得通红，心情降落到低点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报警。楼上变本加厉起来，推拉椅子的声音更大了，尖锐的声音刺得耳膜疼。楼上一整天都在拖拉椅子，怎么解决？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求助，反击去买邻里和谐器，3天解决。我不敢，我一个刚毕业的小女孩，楼上一大家子，怕，我也觉得自己窝囊，这也不敢反击。不用管，他们家拖棺材呢，怕死了，还没弄好。晚上穿高跟鞋走路是赶着头畜生胎，怕穿平底鞋变不成畜生。楼上说的也太难听了，谁家不发出声音？哟，拉棺材的出现了，一家都死绝了，天天不停地拖棺材，凌晨起夜也穿着高跟鞋，不就是急着投胎，想变成畜生？我没有理会他们的互相骂战，不得不承认的是，他们说的话虽然不道德，但是我的心情好了一点，他们一家人在真的拉自己的棺材吧。穿高跟鞋一直走，不就是为了提前练习畜生走路，下次投胎成畜生？这样想着，楼上的声音也变得没那么刺耳了。和快死的人计较什么？也许他们明天就没了。突然一个新消息弹出来，要不要静音耳塞？我一下子勾起了兴趣，回他的消息，静音，绝对静音，从根源解决噪音问题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心动了。我买过很多耳塞，根本挡不住楼上孩子赤脚跑步的震动声。多少钱？我问。1000，这么贵？我有点犹豫，我刚毕业出来，租房子工作，一交就是1年的房租，押金还交了5000，我身上只剩下2000块了。也许是我长久没有回复他，又发来消息，不满意，全额退款。我听着楼上刺耳的拖拉椅子声，心脏突突的跳，觉得眼前发黑。我才住了1个多月，如果现在走了，我要亏3万。当初看房子时，楼上刚好去旅游了，这房子环境好，离公司近，就算一次交1年房租，我也咬牙忍了。想着以后找个女孩子合租，能减轻点房租，谁能想到楼上住户制造噪音不断，3万都花了，还差着1000，一冲动就下了单。第2天，我故意在公司加班到深夜，享受了片刻的宁静。下班回来时，身体很是抗拒，回到我租的房子，想着我睡着了，又要在半夜突然被吵醒。这样想着，我开始呼吸困难，心跳加速，耳朵也嗡嗡作响，疲惫的身体突然就警觉起来。我觉得四周都在发出声音，那些刺耳的声音不停地钻进耳朵，钻进脑海里。我脑袋胀得快要爆炸了。昨天下单的耳塞，今天就送到了公司。我在公司门口塞上耳朵，才回到家里。一开门，楼上刺耳的声音微弱地传入耳朵里。我有些失望，这耳塞和以前10几块的静音耳塞效果差不多。我嘟囔着，怎么还能听到楼上的噪音？又被骗了。我伸手准备摘了耳塞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这耳塞突然好用了。
我听不到一点楼上的声音，我趴在公用的墙上仔细听，没有一点声响。我压抑住内心的欢喜，走到卧室。我站在床上去听天花板的动静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我开心地窝在客厅，刷手机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这世界变得格外安静，我睡得也格外安稳，做了一个美梦。梦里静音耳塞变成了一个战士，把楼上一家打得落花流水。楼上一家唯唯诺诺地承诺，绝不发出噪音。后来除了正常生活动静，没有人制造噪音。这场梦里的安静让我不想醒过来。直到4点，我的身体本能地醒过来。我看着阳台外微微泛白的夜空，这个点，我往常总会被老太太剁菜的声音惊醒。身体已经形成记忆，为了避免睡梦中受到惊吓，突然惊醒，刺激到心脏，我总会在老太太起身活动时提前醒过来。我摸黑去厕所，犹豫一下，没有摘下耳塞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一摘下来，楼上的声音会瞬间涌入我的耳朵，我再也睡不着了。老太太剁菜的动静最大，她剁豆腐都像剁排骨，那力气恨不得把案板劈开。剁几根青菜也把刀挥得震天响，更不要说剁肉了，那声音能持续2个小时。我曾经给他们买过绞肉机，好言好语劝说老太太年纪大了，绞肉机省力气，他们不肯要，说自己亲手剁的食材才好吃。我很疑惑，到底什么肉要剁2个小时，分尸都分完了。我戴着耳塞回到卧室继续睡觉，直到闹钟把我震醒，阳光刺眼，一觉睡得安稳，心情也格外的好。去上班的路上，我都哼着歌，下班回家走到小区门口就戴上耳塞。第二天我终于在卧室安稳入睡。凌晨1点，隐约感觉到什么动静，我猛然睁开眼睛，可是耳朵里却安静的没有一点声音。我看看手机，凌晨1点半，楼上的2口子又要开始制造噪音了，幸好有着耳塞。我翻个身，继续睡，这一觉也睡到了天亮，醒过来时竟然已经早上10点了。因为今天是星期六，不用上班，我随便煮了1包方便面。想了想，还是没有摘下耳塞。看了一天的小说，一整天没有人打扰，我觉得自己紧绷的心脏都舒缓了很多。突然发现我追的电视剧更新了，摘耳塞的手被本能止住。这个时段，楼上的小孩子会不停地奔跑，女人穿着高跟鞋和小孩子一起尖声笑着拍篮球，那砰砰砰的声响像直接拍在我的心脏上一样。我只是这样想象，血液都仿佛停滞了片刻。由于长期被他们折磨，我的睡眠严重不足，晚上我早早就上床休息，这一觉睡到了自然醒。又是一个安静的夜晚，早上却被巨大的敲门声惊醒。我迷迷糊糊的开门，门外是我报警时见过3次的李警官。张梦你好，我们了解一些。啊，我疑惑地盯着李警官，他怎么停下不说话？李警官注意到我的耳朵，指了指我，才拿下耳塞。瞬间，一堆哭喊声冲进耳朵，巨大的听觉反差让我的耳朵难以承受。我迅速抬手捂住耳朵，等我好不容易适应了嘈杂声响，他们才开口。张梦，你一整晚都戴着耳塞睡。李警官看着我，怎么了？我疑惑地看着他们。门外站着10几个警察，比我上次报警时到场的人数多出好几个。你楼上的一家人全部死了。死了？我颤抖着声音问，怎么可能？死了？血流了一地。我听着李警官的话，吓得跌坐在地上，感觉空气里的血腥味越来越浓重。我想起那天社交平台帖子下面关于棺材的评论，我只是随口那样想，从来没有真的期盼他们去死。我梦里也只是希望他们夜晚安静一点，或者他们搬走而已。哦，我捂着嘴巴，跑到卫生间干呕起来。他们家楼上3层没有人住，楼下住着你。这几天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异常动静？李警官带着2名警察走进房间，一进入我的房间，他们瞬间觉得心绪舒缓。我的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地面铺满隔音板，干净明亮，留有大片活动空间。楼上一家人的房子里堆满杂物，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，随便走动都会碰到一堆东西。物品砸在地板上的声响，楼下听得一清二楚。李警官上门调解的时候，
劝说楼上收拾一下屋内杂物，夜晚就不会频繁碰倒东西，发出噪音。他们不肯听从，碰倒物品后还会狠狠踢踹。我在楼下听得震耳欲聋，奈何他们一家蛮横无赖，怎么劝说都不听，甚至闭门不开，拒绝接受调解。没有，我一直戴着耳塞睡觉，我好不容易止住反胃。什么耳塞隔音效果这么好？李警官疑惑地看向我。其实他一开始并没有怀疑张梦，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，不可能有胆量杀害一整家人，更何况死者并非同一时间遇害，这般心理素质不是一个柔弱小姑娘能具备的。上次我报警，他亲眼看见我被欺负的眼眶通红，连一句脏话都说不出口，还不停道歉说大半夜麻烦他。是我不懂事，这样的小姑娘杀只鸡都不敢，怎么可能杀人？这会儿我清晰听到楼上传来人来人往的脚步声，我把耳塞递给李警官，李警官戴在自己耳朵里，却更加疑惑地看向我。因为耳塞对他几乎没有隔音效果，他甚至能听见楼上的脚步声、交谈声。你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？李警官又问。没有。我摇摇头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拿出手机，一看我的睡眠记录，我睡觉有佩戴智能手表的习惯，记录夜间被吵醒的时间，还会开启录音，用来当作报警扰民的证据。李警官接过手机，上面显示星期三，我整晚处于睡十几分钟、醒十几分钟的状态，一整晚的总睡眠时长不超过3个小时。而星期四那天，也就是耳塞到货的那天，我睡了10几个小时，期间只有星期五早上4点醒过一次，然后不到5分钟就再次入睡。星期五那天我只在凌晨醒过一次，不到3分钟我又睡着了。星期六，也就是昨晚，我很早就上床休息，一觉睡到天亮，直到李警官敲门，我才醒。李警官把手机还给我，你打算搬家吗？我一愣，一股巨大的恐惧瞬间笼罩住我。我家在25楼，凶手是怎么进入26楼的？那人能杀害他们全家，捏死我一个弱女子，易如反掌。我很想立刻搬走，可是兜里只剩下1000块钱，这点钱根本不够重新租房。那房租，房东会退吗？详细看你和房东签订的合同，房东若是通情达理，一般会退还剩余房租和押金。李警官表示，警方无法介入租房纠纷，只是我的房东怎么可能心怀同理心？我之前和房东交涉过，就算不退押金，把剩下10个月的房租退给我也好。他却说1分钱都不会退，只同意我自行转租。长期饱受楼上噪音侵扰，我怎么可能把这套吵闹的房子转租给别人，坑害下一个租客？房东只有退我房租，我才能搬家。我有些无力，果然，贫穷才最让人束手无策。把耳塞的购买记录给我看看。我急忙找出订单页面，可卖家已经注销了账号，因为是在社交平台私下交易，没有实名注册信息，那个人彻底消失了。李警官看着1000元的付款记录，心里暗暗同情我。或许是昂贵的耳塞给了我强烈的心理暗示，所以我才睡得格外沉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彻底懵了。他当初还承诺没有效果就全额退款，如今账号注销，我该找谁退款？李警官翻看我们的聊天记录，开口道，世界上不存在能完全隔绝所有声音的耳塞。你还是太天真了，我帮你追查这个卖耳塞的卖家，看看能不能追回你的钱款，下次不要再轻易被骗了。他们一家人并非同一天遇害，老太太是星期五凌晨4、5点被害的，一对中年夫妻是星期六凌晨1点左右被害的，而他们家的孩子是星期六晚上8点左右被害的。我的情绪骤然紧张起来，那些遇害的时间段正是我夜里短暂清醒，心里担忧楼上又要制造噪音的时刻。我忍不住浑身发抖。一个大胆的猜测浮现在脑海，败家说从根源解决噪音，是不是我心里厌烦谁制造噪音，谁就会死去？李警官简单安慰了我2句，这几天警察会在小区附近不间断巡逻，这是我的电话，你有事随时打给我。送走警察后，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我粗重的呼吸声。不可能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？我突然觉得房间安静的让人毛骨悚然。我快步跑到门口，开门听楼下住户的交谈。哎呀，
真惨啊！死者面目全非，我看一眼就受不了了。一家子无赖，到处惹是生非，不知道得罪了哪个不要命的人。楼下那个小姑娘不是一直报警嫌她家吵吗？会不会是那个小姑娘干的？染着粉色的头发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安分人。我像个被指指点点的嫌疑人，慌忙缩起脑袋，躲回房间。我一遍遍地打开社交软件，寻找和麦静音耳塞那人相同头像、相同昵称的账号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我脑子里乱成一团，不断回想是不是因为我楼上那一家人才丧命，那我算不算杀人凶手？是我害死他们的吗？我的眼前突然一片血红，楼上老太太血肉模糊的脸缓缓朝我靠近。只是一点噪音，你就害死我们全家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不是我拼命向后退，楼上男人和女人拉着同样满身血迹的孩子把我团团围住。你没钱还事事挑剔，就算你以后住别墅，我们也会缠着你，缠着你。小孩子尖细的声音刺破我的耳膜，我惊恐的大喊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我猛然惊醒，眼前一片漆黑。我大口深呼吸，借着月光看清自己正窝在客厅，不知何时睡着了。已经入秋，我身上却出了一层冷汗，冷风一吹，浑身汗毛直立。我打开灯，已经凌晨1点，看着镜子里自己惨白的脸，我一遍遍安慰自己，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杀的人，是他们自作自受，不关我的事。我回到卧室，盯着头顶的天花板，总觉得下一秒就会传来拖拽椅子的刺耳声响。理智清晰地告诉我，楼上已经没有人了。可心脏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，连呼吸都带着颤抖。我不敢关灯，就在意识快要模糊的时候，咚！对一声闷响突然从头顶传来，是夫妻2人撞墙的动静。我从床上猛地坐直身体，全身血液瞬间冲上头顶，冷汗顺着后背不停流淌。不可能，警察明明说他们全都死了。我竖起耳朵，不敢喘息。咚！又一声撞墙的声响传来，在死寂的深夜里，像敲鼓一般，震得我浑身一颤。伴随着这一声响动，我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发抖。我们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他们狰狞的面孔仿佛出现在眼前。我颤抖着摸出手机，凌晨2点的，屏幕亮光刺得眼睛生疼，真是没用。你个贱人，天天抱怨。楼上女人骂人的声音突然清晰传来。我紧绷多日的神经彻底断裂。啊！我声音嘶哑的大喊一声，楼上瞬间安静下来，慌乱地拨通李警官的号码。长久的忙音过后，李警官疲惫的声音带着电流杂音传来：张梦，怎么了？楼上又吵到你了。我慌乱间没有听清李警官后半句话。电话接通的瞬间，我几乎失声哭喊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李警官，你之前明明说楼上人全死了，为什么楼上还有声音？是不是凶手还没离开？还是……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，接着传来李警官略显严肃的声音：张梦，你先冷静一点，就算你再讨厌他们，也不能这样诅咒别人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楼上一家人全死了？你是不是出现幻听了？不是幻听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。我急得快要哭出来，撑着身子站起身。这时楼上又开始拖拽椅子，刺耳的声响像一把锋利的刀，狠狠划在我的心上。我把手机贴在天花板上，情绪近乎崩溃。你听，现在还有高跟鞋走路的哒哒声，和以前一模一样。他们明明死了，为什么还会发出声音？张梦，李警官高声喊了一句，语气里带着安抚。我们这边从来没有接到过相关命案报案，你楼上的一家人活得好好的，你最近长期被噪音折磨，休息不足，精神状态怎么样？要不要我帮你联系心理医生？我愣住了，举着手机的手僵在半空，没有死，怎么可能？白天李警官明明带着10几个警察上门，清清楚楚告诉我楼上一家全部遇害，地上血流遍地。我还听见楼下暗议议论他们死状凄惨，面目全非。李警官，你怎么能说他们没死？白天你明明……我声音颤抖。这几天我一直在处理辖区盗窃案件，根本没有去过你家。李警官打断我，语气里的担忧更重了。张梦，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
噪音问题确实会严重影响人的情绪，但你不要给自己过重的心理负担。你晚上尽量去客厅休息，如果实在无法忍受，先去朋友家住几天，调整一下精神状态。电话挂断的忙音像一记耳光，抽走了我所有力气，我顺着墙壁滑跪在地上。楼上的人根本没有死，那白天发生的一切是什么？是我做梦了，还是我神经衰弱严重？所有画面都是我的幻觉。可那10几个警察的身形，比警官严肃的神情，还有空气中若有若无的血腥味，都真实的可怕。头顶的噪音还在持续，拖转椅子的刺耳声响，女人高跟鞋的脚步声，孩子的哭闹声混杂在一起。这些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尖锐、刺耳。我猛地站起身，一股莫名的勇气涌上心头。我要上楼亲眼看一看。我快步走出家门，按下电梯按钮，手指还在不停发抖。电梯门打开的瞬间，我几乎冲了出去。走廊里的声控灯损坏，一片漆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到他们家门口，用力抬手敲门。敲门声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响亮。每敲一下，我的心脏就跟着剧烈跳动，呼吸也急促几分。过了几秒，门内传来一道不耐烦的声音：“谁啊？大半夜敲门。”紧接着，门锁咔嗒一声响动，门被拉开一条缝隙，一道明亮的灯光从门缝透出来，照亮一张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的脸。我看清他的模样，身上没有任何伤口，裸露的胳膊也完好无损。我也看清杂乱的客厅地面没有半点血迹，门框处更没有水渍。我吓得后退一步，指着他，声音完全变调：“你还活着？”中年男人皱紧眉头，不耐烦地瞪着我：“你个神经病吧，我活得好好的，什么叫我还活着？大半夜不睡觉，跑到我家门口说胡话，是不是想挨揍？”说着就朝我的方向挥起拳头。我吓得摔在地上，屁股磕得生疼。怎么了？是谁啊？那个女人也穿好衣服走出来，她踩着高跟鞋，哒哒的脚步声像直接踩在我的心脏上，听得人无比难受。还能是谁？楼下那个神经病。中年男人骂了一句，整天嫌我们家吵，一身公主病租房住，还真把自己当成大小姐了，有本事就去住别墅，一身穷酸气，现在大半夜上门骚扰我们，我看他是彻底疯了。我坐在地上，看着中年男人和女人，一旁的孩子哭着喊腿疼、脚疼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比警官所说的全家遇害，难道全部都是我的幻觉？你们不要再制造噪音了，你们会出事丧命的。中年男人听到我这句话，火气更盛，你他妈！我猛地站起身，转身就往电梯口狂奔。进了电梯，我才发现自己浑身都在发抖，眼泪不受控制的往下掉。电梯门关上的瞬间，我看见中年男人还站在门口骂骂咧咧，而他们的房门没有关紧。一道光线从门缝露出来，照亮漆黑的走廊，源源不断的噪音从屋内飘出来。我回到家，瘫坐在地上，看向手机屏幕上的日期，星期四。星期四，今天不是星期一吗？怎么会显示星期四？解锁屏幕后，社交软件消息框一直在闪烁，点开一看，是那个卖静音耳塞的人发来的消息，发送时间就在几分钟前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不满意全额退款，绝对能从根源解决噪音问题。我盯着这条消息，脑子里突然像被重物狠狠击中。我慌乱打开自己的社交账号，我发布的那条求助帖子，楼上一整天都在拖拉椅子，怎么解决还在，底下的评论也全部保留。有人推荐邻里和谐器，有人痛骂楼上住户，而后就是这个卖家私信我。我盯着那段文字，从根源解决问题。你们怎么保证从根源解决问题？这你不用过问，效果不好全额退款。我点进他的头像，把他所有页面信息全部截图保存，才继续发问。你们所谓的解决，是针对制造噪音的人吗？可不要胡乱揣测，我们是正经商户，专门售卖静音耳塞。我听着楼上越来越大的噪音，一股浓重的绝望涌上心头。难道我真的因为长期饱受噪音折磨，精神出现了问题？头顶的噪音还在持续，刺耳的声响像细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。我捂着耳朵，
蹲在地上，再也控制不住，嚎啕大哭。我真的撑不住了，我只想安安稳稳睡一觉，哪怕只有1天也好。我每天6点出门上班，晚上10点才回到出租屋，被噪音折磨的经常凌晨2点才能入睡，4点又会被吵醒。我快要崩溃了，是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。我已经无力去深究耳塞和楼上一家丧命之间是否存在关联。哭了不知道多久，胸口压抑的闷痛感稍稍缓解。我盯着卖家发来的消息，最终还是敲出2个字：我买。既然一切死亡画面都只是我的幻觉，那不如沉溺在幻觉之中。至少在虚幻的场景里，我能拥有安稳的睡眠。下单成功的弹窗弹出时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仿佛已经看见长久期盼的安静夜晚，一觉睡到天亮的愿望终于能实现。下单购买耳塞后，我离开出租屋，去附近的酒店暂住。今天我实在没办法待在这间吵闹的房子里。下楼的时候，看见电梯往26楼上升，我准备按下向下按钮的手指停住不动。第二天，耳塞准时送到公司。下班回家，我迫不及待戴上耳塞，就像之前幻觉里的流程一样。起初还能隐约听见楼上的声响，我顺着记忆低声开口：怎么还能听到楼上的噪音？又被骗了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整个世界彻底安静下来，没有拖拽椅子的声响，没有孩子的哭闹，也没有高跟鞋哒哒的脚步声。我终于可以安心睡觉、吃饭、看小说，和我幻想中的场景一模一样。只不过这一次，我再也没有半夜惊醒，再也听不到半点嘈杂声响。我以为这份安静会永久持续，直到星期天早上，巨大的敲门声再次把我吵醒。我摘下耳塞，打开房门，又一次看见李警官和身后几名警察，他们的神情站位都和我之前幻觉里的画面一模一样。我拿开耳塞，疑惑地看着他们。张梦，你一整晚都戴着耳塞睡觉？李警官看向我，我忽然觉得一切都无比不真实。这段对话我好像在哪里听过。紧接着李警官的一句话让我瞬间僵在原地：你楼上的一家人全部死了。死了。我紧紧捏着手里的耳塞，忽然不想把它交给警方。昨天我联系过房东，对方依旧十分难缠，只说1分房租押金都不会退还。无可奈何之下，我当时心里生出恶毒的念头，也许楼上一家人全部消失，我才能睡个安稳觉。我害怕把耳塞交出去，往日的折磨会再次卷土重来。我更怕以后再也买不到这款耳塞。李警官见我神色紧绷，主动开口：星期4那天，你给我打过一通电话，说了很多奇怪的话。李警官带着2名警察走进屋内，随后播放了我们当时的通话录音。作为旁观者，我听见自己声音里浓重的恐惧，嗓音嘶哑，反复诉说楼上的人明明已经死了，如今却还在制造噪音。他们的遇害时间就在你打完那通电话后的1小时。我心生疑惑，死亡的时间和上次幻觉里不一样了，是一家人同时遇害的。我问道。李警官见我面色紧张，却没有半分恐惧，于是发问：你不害怕吗？你楼上一整家人都遇害了，尸体在房间里存放3天才被人发现。若是从前的我，必然吓得魂飞魄散，我怎么可能不怕？一整家人惨死在头顶，血液说不定顺着地板缝隙渗进我头顶的天花板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滴落下来。可此刻，我一点都不害怕。虽说这个想法十分阴暗，但这正是我长久以来期盼的结果。楼上一家人消失，终于彻底安静，我再也不会半夜被惊醒，我再也不会迷迷糊糊上班，频繁出错，差点被公司辞退，被迫换一份劳累辛苦的工作。我再也不会凌晨被噪音惊醒，心口疼的只能蜷缩在被子里委屈落泪。我再也不用惧怕楼上男人放出的狠话，说我在报警就要对我动手。怕什么？又不是我杀的，你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？李警官问道。那天我给你打完电话之后就出门住酒店了，之后发生的事我一概不知。你出门之前有没有察觉到什么异常动静？李警官追问。我下楼的时候看见电梯去往26楼，我等电梯上去之后才按下下楼按键。李警官和身后几名警员一同看向我，
眼神里带着明显的怀疑。还有别的线索可以提供吗？我紧紧攥着耳塞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如果把耳塞交给李警官，之前发生的所有事会不会重新循环一遍？楼上那一家人会不会再次活过来？日复一日制造噪音，毁掉我这2天来之不易的宁静。我攥紧耳塞，一言不发。这时，一名警员快步跑过来，李警官，楼道监控录像提取完毕。李警官带着众人离开，楼下的一众阿姨却没有散去，围在我家门口，探头往屋内张望。就是他之前天天上门找楼上理论，他搬过来之后，隔3差5就报警，楼上一家人死了3天，他住在楼下，居然一点都没察觉。我转头看向门外那群阿姨，她们整日在小区楼下嚼舌根，四处散播谣言，说我染粉色头发，不是正经安分的姑娘，背地里编造我的坏话，导致小区里有些品行不端的男人偷偷尾随我。要不是我随身常备防狼喷雾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之前我报警，小区一名资深老头被警方带走，老头的家人更是变本加厉地诋毁污蔑我。我冷冷瞪着门外的阿姨，默默戴上静音耳塞，低声说道：这耳塞根本不隔音，这些大婶实在太吵了。我关上房门，隔绝了外界所有嘈杂声响。李警官，您怀疑张梦吗？一名年轻警员问道。他刻意隐瞒了关键物品，他一定知情。张梦入住的酒店我们已经核查完毕，他凌晨3点办理入住，早上7点退房去上班。酒店监控全程没有异常。深夜，整栋楼一片死寂，安静到听不见半点声响。我戴着耳塞一层一层往下走，只要房门内传来住户交谈吵闹的声音，我就逐层敲门，一直走到1楼。我在1楼楼梯口停下脚步，看着电梯缓缓向上运行，又看着电梯向下驶来，直到电梯门打开，轿厢内漆黑一片。明天会是星期1还是星期4？我转身往楼上走，手腕却突然被一只手死死抓住。凌晨了，你在楼道里做什么？李警官出声，语气满是怀疑。周遭太过安静，让人心里发慌，睡不着，出来探探有没有警员巡逻，有警察在我才能安心。我语气平淡的解释。深夜出门，还随身带着耳塞，我忽然愣住，我竟然清晰听见李警官说话的声音。不对劲，从楼上走下来之后，每一户住户的交谈声，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你的耳塞根本不隔音啊！一阵天旋地转袭来，李警官眼疾手快，扶住了险些摔倒的我。医院里，我完整交代了耳塞的购买经过，还有之前误以为楼上死人被判定为幻觉的整件事。所有事情我全盘托出，包括我察觉到静音耳塞存在诡异力量后，依旧戴着耳塞，逐层敲门，心里默念，每户人家都十分吵闹。李警官立刻安排心理医生为我诊断，他认定我精神失常，不然不会相信这般荒唐离奇的事。可医生出具诊断结果，表示我精神无异常。这时，几名警员走进病房，面色凝重，我隐约听见他们口中提及整栋楼发生惨案之类的话语。我轻轻笑了，看吧，我没有疯。李警官将我带回警局，没收了我的耳塞，安排专人追查售卖耳塞的社交账号。就算我提前截图保存了对方所有信息，那个人依旧如同人间蒸发，找不到半点踪迹。而我终于在审讯室里睡了许久以来最安稳的一觉。迷迷糊糊之间，头顶传来咚的一声响动。我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重新回到出租屋。时间停留在星期4，楼上夫妻的吵架声骤然传来，紧接着是孩子的哭闹声，还有椅子拖拽摩擦地面的刺耳声响。我从容上楼，抬手敲响对方家门，他们1小时后就会丧命，我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依旧是那名中年男人开门，他狭小的眼睛色眯眯地上下打量我。你个神经病，又来干什么？我们夫妻正常相处的时候，你总上门打扰，是不是嫉妒你嫂子有依靠，想找男人，哥可以成全你？你们1小时后就会死。我看着他，心情十分平静。臭婊子，真是病得不轻。男人狠狠关上房门，我随手将一块冰块放在他家门框缝隙处，房门没有完全闭合，他只听见门板砰的一声轻响，
便转身回卧室。透过门缝，我看见屋内灯光熄灭，房间陷入一片漆黑。我转身下楼，手机社交软件的消息提示还在闪烁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不满意全额退款，绝对能从根源解决噪音问题。我毫不犹豫敲出2个字：我买。又一个星期天，李警官如同上次一般敲响我的房门。我迷迷糊糊地看向李警官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等一众警员走进屋内，我主动开口，是不是楼上又出事，死人了？李警官满脸疑惑。这句话在前几天夜里我打电话时说过，当时我和他诉说自己陷入时间循环，楼上住户一定会遇害。谁能想到，今日上门核查楼上一家人真的全部遇害。我们要带你去做精神鉴定。李警官和一众警察带着我前往心理医院。心理医生拿着测评表在我眼前晃动，我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你经历过时间循环？李警官向我发问。是。我购买了那副静音耳塞，这耳塞仿佛带着诅咒，只要我戴上，心里厌烦谁制造噪音，谁就会死去。你一共经历过几次循环？李警官追问。这是第3次，第1次只有楼上一家遇害，第2次整栋楼住户全部遇难，第3次就是这一次。听完我的叙述，李警官和心理医生面面相觑，他们都认定我精神出现严重疾病。等我清醒过来，李警官拉着我的手，张梦，你楼上一家人是被讨债人员杀害的。你买的静音耳塞只是普通隔音耳塞，你根本没有经历什么时间循环。讨债的人？我满脸疑惑地看向李警官。楼道照明损坏，楼道监控也早已失灵，我们调取了电梯监控录像，期间你单独上楼去过，之后又独自下楼。我只是上楼提醒他们不要再制造噪音，我买了隔音耳塞，若是他们继续吵闹，我会十分生气。我轻轻点头。之后有一群男子乘坐电梯上楼，监控清晰拍到他们的样貌。我们已经锁定全部凶手，所以我戴着耳塞感受到的安静，是因为楼上住户当时已经遇害。我声音微微颤抖，那一次次重回星期4夜晚的经历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我长期遭受噪音折磨，精神高度紧绷，出现时间感知错乱的幻觉？警方在我家中完整搜查一遍，没有找到任何涉案线索。李警官看着我苍白的脸色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我还是带你去大型医院做全面检查吧。我点头应允。检查结果出来，医生判定我因长期持续遭受噪音侵扰，加上精神长期高度紧张，患上重度神经衰弱，伴随严重幻听、时间感知障碍。那些所谓重回星期4看见活着的楼上住户的画面，全部都是我的幻觉，也可以说是长期压抑之下，我内心幻想出来的虚假梦境。凭借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，再加上李警官从中协调，房东同意退还我剩余10个月的房租押金，依旧坚决不予退还。即便如此，我已经十分满足。我换了一份薪资微薄但轻松的工作，搬去住户稀少的小区，住进顶楼。楼顶天台常有老太太5点就上去抢占位置让晒，被褥农作物闲聊说话的声响顺着天花板传进屋内。入住不到5天，一名老太太失足从天台上坠落，物业随后永久封死天台入口。我的神经衰弱症状却始终没有好转，我总会在半夜惊醒，恍惚觉得头顶又传来拖拽椅子的刺耳声响，偶尔凌晨5点清醒，耳边仿佛响起老太太扎堆闲聊的声音。我不断安慰自己，那些都是幻觉，不会再发生可怕的事了。1个月后，李警官约我在咖啡厅见面，他盯着我的脸，你如今过得心安吗？我轻轻搅动杯中的咖啡，低头沉默不语，足足多条人命。李警官语气愤怒，我听不懂警官在说什么，我轻轻笑了笑，李警官也扯出一抹笑意，将一张照片放在我面前。我近日翻看凶案现场照片，忽然发现他们家门口留有一滩水渍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我指尖紧紧攥在一起，不知道，张梦，你根本跑不掉。后继我被警方逮捕时，已经是半年之后。我万万没想到，26楼还有另一户住户，他常年被噪音困扰，很少回来居住。这天只是回来取衣物，
恰好撞见一群讨债人员堵在走廊。他吓得悄悄在门外安装了监控，之后便暂时搬去别处居住。监控完整拍下我用冰块卡在对方门缝的全过程。我之前对李警官撒了谎，我口中3次循环的详细经过，全是我刻意编造的说辞。我必须先把自己彻底说服，才能骗过所有办案人员。我确实陷入过时间循环。我清楚星期四凌晨会有讨债人员上门砸门，这群人被楼上男人拖欠大额欠款，多次上门讨债未果，双方冲突不断。第一次循环，我一无所知，只能被动承受噪音。第二次循环，我凌晨4点沿着楼梯上楼，敲响房门，随后悄悄离开。守在门外的讨债醉汉听见屋内老太太的叫骂声，瞬间清醒冲进屋内，可这次行动失败，只有老太太一人遇害。第三次循环，我在讨债人员抵达前敲响楼上房门，随即迅速离开，却忽略当天有风，风吹上门板闭合，计划再次失败。第四次循环，我用冰块卡在门缝固定住房门，这次计划终于顺利完成。楼上一家全部遇害，面对警方问询，我只会辩解。冰块卡在门缝，只是想扩大邻里矛盾，让左右邻居都知晓这户人家整日吵闹扰民。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，我走出警局，手里紧紧捏着那副静音耳塞，手机突然震动，有人发来私信咨询，这款耳塞真的能完全静音吗？我脸上扬起微笑，回复对方，保证从根源解决问题。如果您觉得暖暖听书不错，请您按赞、订阅和分享哟。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，谢谢。